他不是以老生为主，他是以这个武生来出现的。那么他出科以后呢，就是正式开始学习老生啊，那就是说1879年，他正式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啊。当时呢，实际上他还是以这个武生啊，还有其他一些这个角色来出演的。那到了这个1890年，他开始被选入这个宫廷的生平署。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演艺界，在这个梨园行，过去京剧叫梨园行，已经有名分了，属于一个比较出色的一个这个角色了。当时呢，他和这个陈德森啊、孙秀华、罗寿山等，以这个民籍学生的身份升入这个宫廷的这个现在讲就是演出这个班子的这个主要负责人啊，或者执掌这个梨园的这个一些演出的这方面事情。等到1890年的时候呢，他是入宫啊，来当差，到1909年那么他就开始了他的这个正式演出的这种挂牌了，已经那时候呢实际上都是已经到了60岁、65岁这样，他那时候呢就是属于这个当时已经就是属于这个一个现在讲是一个名角了，他可以带班底、带班子去演出啊。那首先他要去上海去首次演出啊。这个当时这个演的这个就是什么珠帘带啊，还有一些这个红珠帘寨，还有这个捉放曹啊，什么呃好多吧，就是等等一些戏啊。他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已经就属于这个呃比较在当时是比较一个大的腕儿，现在讲话就是啊，所以他的一生呢，他是属于大器晚成的这种，但是呢，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是积累，虽然他一开始不是以这个真正的老生出现，啊，一直到了他成为一个正宗的一个老生，这时候成为一个角儿，也可以带班去出去演出，这时候已经到了60多岁。那么他的一生呢，我就不一一介绍啊，就是说一些这个演出的这些事例，我就给他简略啊。那么他到1917年呢，就是结束了他的这个演出生涯。这时候呢，他已经70岁高龄了啊。当时就是说，他是以这个最后一次演出呢，是一个这个呃当时是北京官府啊，为了迎接这个广西督军开的这么一个盛宴，他在这时候呢，是被逼无奈才去参加这场演出。本来他已经一个是高龄，一个身体也不好啊，而且呢，他是属于这个当时有一点点他孙子呢正好在大狱，当时的政府就是以这个来要挟他说你必须得参加这演出。
你不演也得演呢，是演也得演。实际上就是他是被押解到这个舞台上来演戏。当他看到要让他演的是什么戏呢？叫《洪阳渡》。《洪阳渡》这出戏呢是一个悲剧啊，所以他一看到这个戏以后，马上联想到他的师傅是这个程长庚，当时是清代的这个大名家，他师傅临死的时候也是演这出戏，他都有一种不祥之兆啊。当然，这个他都，所以说他心里都是有一种啊，他要结束这个演出生涯了，可能就是这是他的一个不祥的一个预兆。所以演完这出戏以后呢，他就是一下就是晕倒在后台，就从那以后就一气连气在累在什么，就是一直到第二年就去世了啊。所以他的一生呢，给后来的京剧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他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啊。那当时这个在清代的这个老生泰斗程长庚，就是他的师傅，曾经都预言过，他说，我死后这个新培必成大气候，那也就是说将来就是能接我的班的，也只不过就是新培而已，所以。那么下面呢，我就是讲一下他的唱腔的这个特色。他从学这个程长庚，后来又根据自己条件创造了这个谭派，就是他自己的一种唱法，称为谭派唱法。那他的唱法呢，就是声音呢比较高，而且音比较靠前。那我学一下他的这个唱法，在这个秦琼卖马里边有一段大段的这个三眼西皮三眼他的唱词是前面是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我把这句唱一下。前面是一个大段的过门，然后他就跟着这个过门，就是说跟着这个用我们通俗讲，就跟着这个音乐就出场然后就唱电那之东带过了黄骠马他的唱法就是声音，你看比较靠前，而且呢，就比较有一些就是说那个横的那种感觉那下面呢，我们就欣赏一段这个谭派的名剧这出戏呢叫《秦琼卖马》他也是就是这个是他的孙子谭富英唱的，然后呢这个录像呢是他的曾孙谭元寿这个配的像咱们欣赏一下。
Hi, Jing. Can you stop the video and replay it? We apparently we have some sound difficulties to hear it. Do you need me to try again? Yeah, maybe try it again. Okay, sorry about that. Is that working right now? Can you hear it? No, it apparently is still like not very clear. Um, let me. Let me try to see if maybe we can work something else. Can you hear it right now? Maybe make your laptop like the voice louder. Yeah, yes. I think This is the loudest one. Can you hear clearly right now? no. How about you copy the link to the chat function so that we can each click that and then listen to on our own for 5 minutes. How about that? Um, yeah, I got some suggestion from participants about how to figure it out. So when I share my screen, click share computer audio on Zoom. Let me figure out. So this is the video that we want to show you guys about the Ching Chong sales horses. It's kind of like a play. And while I'm trying to figure it out, so if possible, maybe if I cannot eventually figure it out, is that possible for you guys to kind of like watch it on your own? It's about like a 5 minutes and 30 seconds.
How about I try my screen share and see if it works or not? I'm not sure if it will work, but can stop trying. Can you guys hear it okay? Yes, we can Yeah, hear it's it. okay. All right.
好，刚才我们欣赏了这个秦琼卖马，这是一出这个老生戏。那么下面我们再欣赏一段这个谭派名剧《定军山》。这出戏呢是文武老生，它里边又有武还有唱。是比较就属于那个大武生的那个扮相啊，大靠旗儿提枪的那种，咱们下面欣赏它一段啊。
好了，刚才我们已经欣赏到这个谭派名剧《定军山》啊，这个谭老先生真是漂亮。这个谭元寿，谭老先生，他就是这个月去世了，他92岁。他在演这段片段的时候，大概也是80多岁，小90那样啊。真是棒，他的功夫太厉害。OK，我们谈判呢，今天就简单的就是解说到这里。下一步我们要讲一下余叔岩。余叔岩也是这个在老生这个行当里边，也是属于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杰出人物。那么后来的4大须生基本上都是出自于余派，然后又从各自的这个派别。余叔岩先生出生于北京，来自于梨园世家。他9岁就开始学习武生，他在武戏上就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后来就是以小余三胜，那余三胜是谁呢？余三胜是余叔岩的父亲，是他的爷爷，也是属于清光那个13绝的，所以他11岁呢，就开始就是学习老生戏，这个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因为他是属于世家嘛，所以说他学什么戏都是非常方便的，实际上就跟我们现在就是属于那种家教，专门请的名师到家里边来学戏。来学习的那种，那就是说他到后来都是到他当中呢就是有一段时间11岁出来的开始演戏，到14、15岁这时候呢，他就这个倒仓，因为倒仓以后呢就不演戏了，就嗓子变声，一般男生都是到这个年龄呢都要变声，所以他呢就是离开了演出这个剧团，就开始专门的学习演戏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他嗓子不能唱嘛，他都学习一些武戏呀，学习一些这个其他派别的这个什么这个武生的戏，什么小武生、大武生、长靠武生另外就是说呢，又学了好多这个身段呢，这个枪子把呀，这些基本功那就是说他广泛的吸取了各门大家的一些优点、一些功夫然后呢，他到了1915年以后，就是又恢复了这个开始嗓子也好了，开始又回到舞台上而且呢加入了梅兰芳的这个班社，在这个同时呢，他又拜了谭鑫培为师在这之前他虽然是学谭派，但是呢都是就是通过关系旁门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谭鑫培演戏演什么戏他去看去了，然后呢下来以后他不明白的就问那些给谭鑫培拉胡琴或者是打鼓的那些，因为都是他师伯什么师大爷都那辈儿的嘛，他就跟他们学讨教后来呢就这时候呢15年呢就正式拜了谭鑫培为师过去梨园话叫正式拜师呢要磕头的，要举行仪式的所以这个才能成为是真正的谭派的这个师门里边的这个学生那到了这个18年呢，他就参加这个春节总统这个堂会实际上就是属于这个那种春节呢那个庆祝那种活动请一些大角在这个在堂会上演，
演出。当时他跟这个陈德森，那么陈德森是他的老丈人啊，然后还有梅兰芳合演了这个《珠帘寨》啊。同年呢10月，他又与梅兰芳合作演的这个《游龙戏凤》。过去呢，就是说一般来讲，老生跟旦角是很少就是一起唱戏的啊。从那以后呢，他就开始旦角老生同台演那些对儿戏啊，就是这个像这个四郎探母啊，什么游龙戏凤啊，还有什么一些这个武家坡呀，都属于这种老生跟旦角两个行当同时演的戏。那他1919年就又加入了这个杨小楼他们重新组的一个新剧团。杨小楼呢是当时是德高望重的一个大武生啊，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演员啊。到21年呢，他又通过这个百代公司录制了6张半这个唱片，其中包括那些他所演过的那些经典剧目，像《捉放曹》什么四郎探母、打渔杀家呀，什么等等吧，这些戏啊。到31年呢，他又与梅兰芳作为发起人成立了国剧学会。那么余叔元的一生也是，就是说他的成名呢是顺其自然的，因为本来他是世家，他想学什么都能学到都是，所以说他是非常一个全面而且又有发展的一个老生代表人物。那他在后期，特别是后期呢，他注重一些这个老生独特的韵味还有那些念白，还有表演他就比较讲究这个语言表达节奏感和音乐性，还有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这些就是上升到一些表演艺术的一些东西那么他的这个唱腔呢，也是非常这个迷人的，所以后来一般来讲10个老生有9个老生都要学他，所以说他是也是属于这个老生派别的这个承上启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杰出的一个大师那么我们下面介绍他一段这个捉放曹，这个是他的这个余派的后起之秀来演的这出戏咱们欣赏一下。
好，刚才呢，我们已经欣赏到这个余派老生这个捉放曹这个唱段，他的唱段就是说非常这个憨厚啊。当然，这个演员呢，她是个女老生她是女生唱的，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嗓音本身条件上呢，就是说要有一些差别。那么我来学唱一下他这个头一句就是说余派的特点就要憨厚而且宽厚，那个比较有力音儿，而且这个比较重情那种啊。他那个头一句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啊。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这是他这个就是说比较利用喉咙那种声音，而且特别有力儿，它是从后脑往上冲的那种声音咱们这个下面呢我们再介绍一出这个余派传人李少春的一出戏，是一出比较近代的一个是林冲发配就是这个他全出戏叫逼上梁山，他这场戏呢就是火烧草料场有一段唱就比较动情，比较符合他当时的那种场景那种背景的这么一段唱我唱一下前边是大雪飘扑人面朔风凛冽唱一下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所以他这段呢，都把那种大半夜下着雪那种景象呢，描写的从声腔上、从感情上、从韵味上都非常贴切下面我们欣赏一下这段唱腔是这段唱是于魁智学唱我们欣赏一下。
熟悉把心破完，空怀世人理，初见谈英雄生死离别为难。自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高隐城中，充当一名君卒，看守大军好了。思想往事，怎不叫人痛？满怀几分苍天。问苍天，万里关山河日漫。问苍天，且月儿何时再团圆？问苍天，何日里重回三世间？如今见得庙堂宽，招牌的书山，这头接龙船，却为佛天年点对酬过缘。天哪天，莫非你也怕权奸？Hello guys, we would like to say sorry to you guys for tonight's experience. We had some technical issues and the video quality is not as good as we expected. And the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aring with us. And then for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performance video we showed and would like to review it later, I put the video links in the chat for you and you are welcome to check it out later. So now we are going to move to the question and answer part. So for students who have questions, would like to ask Mr. Xie, if you speak Chinese, you can ask it directly. If you don't speak Chinese and due to the language barrier, you can put your question in the chat and I can translate it to Mr. Xie and answer you back. OK，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好，你说。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哎，舒言先生最初，关于于舒言先生，请问一下，他最著名的弟子是孟小冬吗？对，是的，这个因为这个
孟小冬呢，她也是个女生，她这个当时她是属于拜了于淑妍为师的。孟小冬呢，跟这个四大名旦像梅兰芳啊，他们都属于这个，是差不多一代人，可能年龄是比较小一点，但是那同时期的人。对，你们就前几年演的那个梅兰芳，那里边实际上就是那个里边就有孟小冬的那个影子，就是那个也是属于这个他跟梅兰芳呢，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啊。老师，您上不是说当时民国时代的京剧一般不让女生上吗？为什么那个时期有不少挺著名的女老生，像孟小冬之类的？那时候很少，实际上孟小冬当时那个年代只有孟小冬，其他别的那个女老生还是很少的啊。但是后来那个民国后期，慢慢的这个就是这个旦角就是真的这个女生唱旦角的，慢慢也都有了啊，也都出现了一些，但是呢还是以男旦为主啊。真正这个建国以后啊，才开始破除这个界限啊。就是当然在这建国之前已经有了，那是属于个例啊。谢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您说这个就是您刚才呢讲了这两个老生的唱法的不同，一个声音在前面，一个声音在后边，这个您演示的很清楚，但是从这个伴奏上，这两个就是有什么区别吗？伴奏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谓有点区别呢，就是说在原来这个谭鑫培那个时代，这个胡琴呢就是单纯的就是一个捧角儿，就是给角儿那个来伴奏的，来拖腔保调啊，所以它的重要性呢在于就是说跟演员的配合要比较严谨。那到于淑妍后来慢慢发展的呢，就是京胡这个乐队呢，它有一种表演的成分啊。他有时候唱完一大段完了以后，他本来要等过门嘛，然后呢，这个乐队会演奏一段比较这个要彩的这个过门啊，这也是在这个后期慢慢才允许的。以前就是说你拉胡琴的，你不能说这个演员唱还没唱出好了，然后给你胡琴完了叫个好，那是不行的，在行里那个说法啊。但是就是后来这个加这个乐队加这个过门叫好的这个是最兴盛时期是在杨宝忠。杨宝忠那我们以后可能会讲到这个四大须生的时候，这个杨宝森是属于这个四大须生嘛，我们会特意专门讲他这个胡弦的这个跟演员的那种花腔伴奏的那种特色啊。实际上大体上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有一些发展了一些传统的一些过门改变了一些，不是那些老套了，它加一些新的东西在里边。谢老师，我问你一个不太直接有关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所谓这京剧样板戏里，像《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那一段，前面有一个特别长的一段这个音乐演奏，而且演奏的特别热闹。像这种情况，在以前的京剧里有没有呢？没有。它这个样板戏呢，我要说一句，就是什么样板戏实际上是属于这个它中西
音乐这个来这个组合的这么一个产品。他的乐队是交响乐队，整个一个100来号的大乐队，双管的那个乐队。我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赶上过一段，那时候我们团的那个乐队的编制是70多人，它是属于什么呀？属于交响乐跟京剧揉在一起的音乐，所以在传统戏里边很少有这么这个比较粗壮的、比较有这个震撼人心的这种音乐，它都是配合舞台上的一些表演的音乐，所以说呢，样板戏那时候呢，它的音乐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改革，它要强调的就是音乐，就是中国的戏曲唱腔跟西洋的乐队能够组成的这么一个东西，好，老师，谢谢老师。您说，戴老师您好，还有一个问题，您当时讲到谭鑫培谭老板的时候，曾经说到他是唱《洪阳洞》那一出戏去世，那一出是个配剧，就那出戏是为什么他一唱那出戏就那么紧张？是那出戏是讲了什么吗 ？OK， 他这个《洪阳洞》呢，他描写的是一出这个杨家将里边的那个戏。它的前边呢，应该是什么？就是全本杨家将，它是，这个前边是老令公碰杯，中国这个传统戏里边有一出戏叫碰杯，这是一个比较硬功的老生活。他这个碰杯呢是杨六郎的这个父亲，当时他是宋朝嘛，宋朝的大将。他是给这个最后他是被困在这个两狼山的那个山崖那个中间，就是出不去了。给最后他这个碰杯嘛，就是所有这个官兵全都给杀了，最后剩他一个人，他就碰杯死了。然后呢，他的尸骨呢，就是由他的那些就是跟他一起去的那些比较有心的那个将士吧，就给他藏在这个洪阳洞里边了。然后呢，这个洪阳洞呢，这时候呢，这个杨六郎呢，他听到老父亲就是已经殉国，就是很悲痛，而且就说他的尸骨是那个报信来说藏在这个洪阳洞，最后说这个老令公是最后说要把我的尸骨运回这个宋国，不能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就派了他的得力大将，这个孟良。孟良呢是他的左右膀。当初这个杨六郎旁边有2员大将，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这2员大将呢就是辅佐他，就是说一路就是说也就是打仗上阵打仗都是他的左膀右臂，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孟良派去盗尸骨，盗这个老令公的尸骨，然后呢就是这个孟良前脚走呢，这个焦赞呢觉得还不放心，他都跟在这个孟良后边也去，一个是帮他，一个是保护他，因为他这个两狼山是在这个藩邦的这个境内嘛，那个交界那个地方嘛，所以他去了以后，到的洞里以后呢，这个焦赞到洞里就是跟这个孟良他们就是对手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是焦赞，他以为是敌军呢，当时就把焦赞给杀掉了。杀掉以后呢，他把老令公跟这个尸体都搬出来以后，回去再一看，
原来是交战，他就痛不欲绝，他觉得啊、我把我的最好的兄弟给杀了，误杀了。然后他呢，觉得自己也没脸面再回去见这个六郎，所以他也自杀在这个洞里边。这个后来这个杨六郎得知啊，他不光是老父亲没了，而且又失去2员大将，那就是本来他也是这个重病缠身啊。这时候呢，他就是想到的就是说自己呢，就是说差不多了啊。这个父亲也没了，2个爱将也没了，他光他自己这个这个身体又不行了，所以他就是连气再悲痛，最后就是也是就是死去了啊。所以这个洪阳洞呢，他的就讲述他这个杨六郎啊，就是也以身殉国，就是最后去世了，是一个悲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看到这戏码以后呢，这个他的师傅在临死的时候最后一出戏也是演的洪阳洞，也是这出戏，所以他当时就是觉得啊，他的期数也差不多了，所以他在演这出戏的时候，就是使尽了全身的精力给他演完，最后好的，谢谢也老师。是就一下没有起来，告别舞台了啊。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 Um, So we might still have students want to ask questions, but because of the time constraints, Mr. Xie cannot answer the question one by one. So as a closing for tonight's activity,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to Mr. Xie for his excellent presentation, and thank you to everyone who joined us tonight. And we all learned a lot through tonight's presentation. And just a hint for you guys, we are about to have our next Beijing Opera section at the same time on November 13th, and everyone is welcome to join us. So 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 and have a great evening. 好，再见。